Hello，大家好，我是拜伦，数位时代心灵导师谢帝，本来是商学院的高材毕业生，有一天决定要离开伦敦到印度去，向僧侣们学习，跟僧侣们一起生活。他想知道为什么僧侣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人的原因。这一去就是3年，并且写了这一本《僧人心态》。你的心中有一个僧人跟一只猴子，代表了你心的2个面向。僧人平静，向内寻求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他专注、自律，并且掌控自己；而猴子聒噪，向外寻求明显的利益跟刺激，容易分心，容易被情绪和外物给掌控。说到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知道，我们要尽量减少猴子的影响，增大僧人的力量。但是，他们都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独把猴子给关起来，而让僧人逍遥自在。但我们可以跟猴子和平相处。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我想大家应该都一样，真正的修行人，真正的僧侣、比丘、比丘尼，他们不会被世俗给影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潜心修行，专心致志的去追求心里面的平静跟精神的升华。我想这一点应该大家都不会反对吧？这样的人，他们对于了解自我，对于生命意义的体悟，相信比像你我这种心中不只有猴子，而有大猩猩，身上有很多包袱跟欲望的人来得更加清澈吧。谢帝呢，就是去这些人的身边，去从他们身上学习，跟他们一样的生活，去得到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而我就简单的去分享一下我从他的书里面得到了什么。我们身上的包袱跟欲望是怎么来的呢？也许是我们无孔不入的诱惑，也许是意见领袖的影响，也许是从父母、老师身上学到的社会期望。我们会想，什么时候应该做到什么事，到达什么样的位置。每个人的人生在他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个时程表，而这个时程表都一样，不外乎就是念书、工作、结婚、买房、生小孩，然后老死，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有些人就像谢帝或者是部分的听众朋友，可能从小就被期望要成为医生、成为律师、成为高社会地位的高端从业者。但谢帝认为，如果他想要过有意义的人生，就要从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而行动，转换成由自己真正的想法来引导自己行动。就像某个大能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时间过别人的人生。仔细咀嚼这段话，说的还真有道理。我们照着别人的期望跟要求做事，活成别人期望的样子，自己想要怎样的人生，越来越没有能力去想，是不是最后就过着别人嘴中的人生呢？那么我们要摆脱这样的状况，我们如果不想要活成这个样子，首先要做的就是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你去想一想，你最重视什么？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你想要过怎样的日子跟人生呢？那么你的价值观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是什么观念影响了你一路走来的选择呢？是什么样的行动跟想法塑造了现在的你呢？如果你意识到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它实际上怎么样影响了你自己，那么这个价值观是你的吗？它是你自己找到的吗？还是别人灌输给你，而你无条件的接受了呢？它是限制性信念、他人的要求或期待、外界的框架，还是发自你自己的内心呢？能够帮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自己吗？能够帮你成为你喜欢的样子吗？当你决定如何使用金钱或时间的时候，你考虑的会是什么呢？你考虑的东西，它是你自己的吗？还是受到别人影响，但你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做呢？当你决定要攻读某个学位的时候，是你对这门专业有热情，你判断这门专业有前景，还是因为你要回应社会跟家人的预期呢？当你决定承接某项工作、某项任务、某个要求的时候，是你把它当成机会的到来，还是碍于社会压力不敢拒绝呢？当你决定和某个人进入稳定关系，是因为你想要一个交往对象的存在，还是你选择和这一个你要跟他在一起的人有更深的承诺呢？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每个决定背后潜藏的价值观，它是来自别人还是自己，就能够逐渐让我们的决定对标自己真正的价值观，对标自己真正的动机，也就是我们说黄金圈里面中心的那个 why。
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是在比较跟竞争的环境中成长的。我们挂在身上的观念，不管那个是谁给我们的，是谁给你的，只要我们把这个观念放在身上，没有放下，那它就会逐渐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以我自己来说，我从来没有办法停止在心中的比较跟攻击，这也造成我一路走来，一直到成年之后，经历过相当多的挫折。那我对别人的想法永远都是先批评、先攻击、先去酸人家。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鲁蛇啦。那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来练习，让自己不要用这种方式去看人家，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解读自己、解读世界。最终才慢慢的让心中的猴子攻击性降低，把它给不能说驯服啦。我发现这是一个问题，而我需要一个方式来把它给调整过来，让心中的劣根性跟我人类的部分都可以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发挥。那我很感谢自己有发现问题，而那些挫折呢，最终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我希望它是正面的影响啦。不过呢，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我还是认为人对别人怀有负面的想法、有情绪是很正常的，但问题是，我们会抓着这种想法跟情绪多久？你会让猴子主导心智多久？就像那个老故事，老和尚跟小和尚正要涉水过河到远方的寺庙拜访，这个时候，一个曼妙的女子请求和尚们抱着她过河，不然她的裙子就要弄湿了。小和尚碍于出家人的身份，他正要拒绝，老和尚却一把抱起了女子，就直接过了河。小和尚当然也跟着过河啦。3个人过河后，老和尚放下女子，说了声佛号，继续前行。小和尚内心小剧场，一路上风景没有心思看，还摔倒了几次。过了很久，终于到了他们要拜访的寺庙前面。小和尚终于忍不住跟老和尚说内心的想法。小和尚的意思大概是：你这个老色胚那老和尚呢，只淡淡的说：我过了河就放下他了，你还抱着他吗？这个故事我很喜欢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现实版总是有人抓着已经过去的事情不放，而同时也有人总是可以坦然的往前走。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老和尚就是身心主导，他平静，他关注有意义的事情和价值，助人过河这件事情就是他的价值。事情做完了，就继续朝他的庙前进。而小和尚则是猴心主导，他配合他人的眼光跟期待来行动，容易受到刺激而分心，抓着过去的情绪跟想法不放。人家已经到了庙门，他还在水里。我们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状况，状况出现难免有波动，但状况解决后，我们就应该继续走后面的路。带着负面的能量走是没有帮助的。不管是情绪爆发，还是让一股气卡在胸口出不来，都会影响我们之后的判断跟行为。最终我们还是要用更多的心力来解决同样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让猴子乖一点，让自己不要轻易的被情绪跟外物左右呢？我们从这里面总结几点。首先，不期望别人道歉或回报，事情就是这样。以自己付出心力的状况来说，除非有价值交换，不然你要做就是因为你想做，不要用预期别人会回报的心情来行动。你还能期待别人做什么呢？你有所图又不敢明白表示，又要人家回报你心中的期待，就像那一些自愿当观音兵工具人的朋友，说自己是甘愿为对方付出，别无所求，最后的台词却是：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是选我？然后做一些令人反感的暴走行为。其实一开始他们就很有所求，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希望对方要有回报，最后如果没有如愿以偿，心态就爆了，这其实很危险。那么以自己受到负面对待的状况来说，我们会很希望冒犯自己的人给我们道歉，低头认错。只要我们没有接受到道歉的意思表示，就会非常的不舒服。或许是因为我们觉得人家不尊重我们吧。但如果你根本不期待这个人会道歉，或者你更用力一点，你根本不觉得这个人有道歉的素养，那么别人做了什么冒犯的行为，你比较不容易抓着不放。虽然你还是会有情绪，
但你不会期待别人来帮你的情绪解套。我认为不抱期待足以减少情绪波动了，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是吧？那书里面提到更好的心态是宽恕，这个就给你参考了啊。再来培养常怀感谢的心态，透过感谢生活来产生喜悦，然后想象将你的喜悦扩散到身边的人。这里题外分享一下感谢日记的观念给大家参考，这个方法特别适合用在你现在不太顺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增加一点正能量，改变你看事情的看法。这个要怎么操作呢？比方说今天某个人买了饮料给你打气，你就写下来，感谢今天某个人买了饮料给我喝，让我感到很开心。或者是今天你某个行程被取消，因此你自己得到了一些小小的空闲时间，你就把这个写下来，感谢这个行程被取消，让我偷得浮生半日闲，可以散散步走走路。像这样的事情，每天睡前想出3件值得感谢的事，或者看到事情值得感谢的面向，可以写下来，当然更好啦。累积下来，你就能看到自己每一天都有能够谢谢的事情。重点在经过这样的练习，你逐渐可以发现很多事情好的一面。像我最近呢，我的随身硬碟爆了，里面也没有备份，然后呢，我的冷气也爆掉了，但是他们都可以用钱去把它修回来。我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我看到的不是我的东西坏掉让我的生活有非常多的不便，让我的坏心情一直持续，而是看到相对我们能够作为的那一面，让我的心情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继续做我能够做的事情。这就是能够发现事情好的一面，它带来的影响。讲到这里，我发现它有点斯多格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讨论斯多格主义的心态。好，这就是第2点，常怀感谢。那么第3点，练习让自己能够单纯为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如果你的猴子、酸葡萄和爱批评比较的能力很强，那么这第3点算对症下药哦。把心里面的那些酸言酸语给消音，那些声音和心态正是让人很难活好的原因之一哦。如果你很难为别人高兴，至少你先做到不要在心里面去酸人家，不要在心里面咬舌根，然后再慢慢过渡到单纯为别人的成功而高兴。好，上面这些方法逐渐让我们有随缘的心境。现在我们进一步让心境更超脱、更平和。想象我们现有的有形物、无形物都是借来的，你总有一天会失去它们。就像你的重视的家人好了，你看着他，你看着他的眼睛，你下次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不要这么的没有耐心。你去想，假设明天意外就到了呢？那这一段对话或许是你们的最后一次对话，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对话？你不需要把你们的互动搞到感性爆发，但如果有一天你们失去彼此，你会很感谢你自己每一次都很珍惜跟对方在一起的时间，你好好的与对方同在。我们总有一天会死，我们总有一天会失去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手机、房子、车子、时间、金钱、家人、朋友、情谊、共处的时光，我们的情绪、梦想跟欲望，这一生的所有还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总有一天都会失去，他们都是我们暂时拥有的，且有且珍惜啊！他们既不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佛家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斯多葛学派看这点也看得很清楚。万物的存在相对世界不过就是一瞬间，但这个并不表示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恰好相反，因为我们总有一天会失去它们，甚至我们并不总是有机会能够拥有现在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会更珍惜这些缘分。极简主义也认为，当你的心思、生活甚至情绪被外物给左右的时候，那个是外物拥有了你，而不是你拥有了什么。你甚至会害怕失去它们。所以极简透过这个断舍离，把生活变得单纯，借由更少的干扰跟杂音，去发现什么事情真正重要，而且去珍惜它们。那有了这样平和宁静的心态，跟对自己价值观的清楚认知，虽然我们还是会被外物跟他人的期待给影响，但我相信你已经可以有这个跟猴心相处，并且让身心常在的能力了。那么如果你愿意更进一步去寻求更平和和喜悦的心态的话，那就尝试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达摩。这个达摩在这里面的翻译是your calling， 也就是你的使命啊。白话来说，
达摩就是你有兴趣而且对他人有用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是他的定义哦。找到它，并且将这份能力发挥出来，给这个世界带来价值，为他人服务。出发点是为了让世界或他人过得更好。如果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更加纯粹的意义跟价值，你或许会得到更多更高层次的喜悦。当然，如果能够透过做这样的事情带来价值的同时，也可以足够支撑你自己生活的话，那是再好不过啦。总结一下，能够跟猴心共处，能够让身心常在的基础，包含省思你真正的价值观，用感谢和随缘惜缘的心境生活，并且找到你的达摩。那么这期分享到这边，希望多少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我是 Byron， 还行的话给我一点支持哦。我们下次再见喽。